女友是享誉全球的医科圣手，但她却为了陪白月光完成一场蜜月旅行，在我做脑部手术的过程故意失手，害我丢掉全部情感。她扔下术后虚弱的我，整整1个月陪白月光看星星、看极光，在乌斯怀亚为她的白月光戴上我们的新婚戒指。她心愿完成，重新为我安排手术。可术后，我望着单膝跪地为我递上戒指的他，冷冷出声：别以为用这种方式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，我已经报警了，等待赔偿吧。柳小姐，大家好。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小婉，你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出这种差错？你做过上千台手术，连最棘手的都解决了，怎么会在一次小手术上失手？万一病人家属找过来，你要怎么解释？从病床上刚恢复意识，我就听到了教授不悦的斥责声，紧接着我听到未婚妻刘小婉冷淡的嗓音：他是我的未婚夫，换言之，他就是我的家属。教授被他噎了一下，叹气道：就算这样，万一传出去该怎么办？会毁掉你名声的，你好好想想吧，你还年轻，不要因为一些小事就把自己的未来毁掉。说完，教授离开。紧接着，我听到一道脚步声离我越来越近，我费力地睁开双眼，却只能模糊地看到眼前站着一个人影，穿着白色的大褂，神情冷漠。林帆，我明白你知道这件事后会生气，但他只剩1个月，这是他唯一的心愿了，我不能丢下他不管。我已经请了护工照顾你，等我回来，我再好好的补偿你。说完，刘小婉转身要走，不安的情绪涌上，我伸出全身的力气，手指攥住了他的衣角。他脚步顿了一下，却毫不犹豫地将我的手掰开。别闹了，等我回来，我还给你一场婚礼。我说过，对他已经没感情了，帮他也只是把他当作朋友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决绝离开，脚步声渐远。我脑中紧绷的最后的一根弦仿佛也在刹那崩断，胸口仿佛郁结着一口气，咽不下却又吐不出。昨晚他也是这么说的，他振振有词：我只是把周怀当成朋友，他被医院诊断得了癌，最后的心愿就是补偿我，想要带我去完成他欠我的蜜月旅行。我是还恨他，可人死如灯灭，我不想让他死不瞑目。我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周怀是他的初恋，也是青梅竹马，当初2人关系很好。周怀曾不顾自身危险拯救被小混混缠着的刘小婉，而刘小婉也曾放弃清北的机会，以710的分数陪周怀去了名不见经传的3本。后来刘小婉又放弃去大医院的机会，和周怀白手起家成立了医药公司。可就在2人结婚的当天，公司陷入一场风波，宣告破产。周怀扔下婚礼现场的新娘，卷走了所有的钱出国。我一时间不知该生气对方是周怀，还是该生气自己的未婚妻要陪别的男人蜜月旅行。我毫不犹豫地阻止：周怀之前就骗过你，这次很有可能也是在骗你，更何况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去和别的男人度蜜月，那我又算什么？刘小婉却不开心了。可我看过医院的片子，也看过他的诊断报告，他这次没有骗我，我能看得出来，他是真的后悔了。而且他妈妈曾经对我有恩，我答应过会好好照顾他的。说到周怀的母亲，我更想笑了。我跟你说过，他妈一直都在利用你，就连周怀卷钱离开，他妈肯定也是知情的。你替他送终，又替他养了那么久的儿子，还这么牵扯下去，就完全进了他的圈套。
话没说完，刘小婉一巴掌狠狠地甩在我的脸上，怒气冲冲道：“林帆，你对人不要那么有偏见。我知道你有钱，一直看不起他们，但这不是你羞辱别人的理由。我们不欢而散，后来的几天也一直在冷战。换作以往，我早就想方设法的去哄他，逗他开心了。但这次我的态度很明确，绝对不可能允许他去。又闹了几次不愉快后，他没再提这件事，甚至破天荒地提出主动帮我做手术。我以为他是给我台阶要和好，却没想到他竟然会在我的手术中动手脚。只是简单的小手术，却让我差点下不了手术台。可是莫名的，我竟不觉得难过，只是单纯替自己觉得不值。这么多年，他最困难的时候，我辞掉医院的工作，转去来钱最快的行业，帮他还清债务。在大家都不看好他的时候，我忍受着白眼，将他送进这家医院，继续他的医学事业。他胃不好，为了照顾他，我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营养餐。我不求他全心全意地爱上我，只希望他心里有我。但没想到周怀一出场，我满盘皆输，过往的一幕幕走马灯似的在眼前闪过，疲惫感涌来，我昏昏沉沉的，很快没有了意识。再次醒来，是护士帮我换药。我认识这个护士，她叫李雪，刚毕业就来了医院实习，性格直率，在我离职前一直做我的助手。因为心直口快，当初不少病人向我投诉他，让我十分头疼。柳医生真是太狠心了，再怎么说你是他的未婚夫，这都做完手术多久了，他一天都没来看过你，他还请了1个月的假呢，也不知道去做什么了。李雪气恼道：“而且就算抛开你是他未婚夫的身份不说，他可是你的主治医生，手术出了那么大的事，他倒好，没事人似的就跑了。”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李雪扁扁嘴，闷声嘟囔：“嗨，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？你那么惯着他，说了也白说。”说着转身便走。等一下，我拦住李雪：“笔和纸麻烦给我一下。”什么？李雪没反应过来。我语气虚弱，但态度坚定：“我要投诉刘小婉。”李雪像是听到什么天方夜谭，反复追问了我几次后，又忍不住提醒我一句：“柳医生可是最看重名声的，你确定要投诉他？”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。当初刘小婉刚来医院，因为不了解情况被投诉，他发了很大的火，埋怨我没有把东西给他讲清楚。后来是我拎着礼物找到病人家属求对方撤诉，他仍余怒未消。那段时间里，我去给他送饭，他晾我好几个小时，就连对我说话也是夹枪带棒，整个医院都能看得出来他对我的不满。我能想象，如果他再被投诉，而且投诉的人是我，必然会再起一番风波。可我仍然毫不犹豫，确定我信任他，才将生命交到了他的手上。但他并没有尽到一个医生的责任。李雪看我的眼神诧异，最后还是拿来了纸笔。投诉后一连几天，我才收到了刘小婉的信息：“林帆，我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但我没想到你还在生我的气，甚至闹到我的工作上。不过如果这样能让你好受一些，那你随意，但你让我很失望。我没想到你原来这么斤斤计较。”我没争辩，正准备关掉聊天窗口，却再次收到了消息，这次是匿名号发来的，刘小婉和周怀蜜月旅行的照片。他们相互依偎一起看星星，以海为背景，牵手甜蜜对视，看极光，在石头上刻他们的名字：刘小婉与周怀。一个大大的心形将他们的名字包围在中间。我一张张地看下去，内心丝毫没有波动。
难怪是工作如命的他这些天一直没有回复，原来是在忙着陪周怀。也是，半个月跑遍半个地球，着实会没有精力再来冲我发脾气。最后，匿名号又发了一张照片，在大教堂内，刘小婉身着一袭婚纱，轻垂着眸，将钻戒认真地戴到周怀的无名指上。她的眼神缱绻，写满了幸福。我认出来，这枚男士的钻戒是我花费1年的时间找人定制的。之前，我向刘小婉求婚3次，被拒3次。她告诉我，当初被背叛的痛苦还没有过去，自己无心结婚。我便将戒指收藏进了书房的抽屉里。前段时间，我无意中发现它不见了。本以为是刘小婉担心我会求婚，所以偷偷藏起来了，没想到被他拿来戴在了别的男人手指上。我不动声色，将照片保存留证。又过了几天，期间匿名号仍旧不时地给我发照片，角度调整得很好。每一张照片中，刘小婉的眼神都是笑着的，挑衅的意味很明。我却并不像以前那样感到伤心或者痛苦，只是突然恍惚，有些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喜欢上刘小婉。我出身医学世家，家境虽不算大富大贵，但也算是小康。我的样貌和身材虽说不上顶尖，但也绝对不差。当初追我的女生有很多，比刘小婉优秀的人也比比皆是。我尝试着回忆刘小婉给我留下的美好印象。当初周怀逃婚，她束手无策地站在现场，满场宾客的眼神充满奚落，司仪冲着刘小婉开不合时宜的玩笑。周怀的母亲哭哭啼啼，埋怨刘小婉留不住周怀。那时的她孤立无援，我不顾所有人异样的眼神，毫不犹豫地将他带离了婚礼现场。可出门的一刹，他却猛地挣开我的手，责怪我多管闲事。回忆戛然而止。我看着照片，发现照片上刘小婉微笑的这张脸逐渐变得越来越陌生。刘小婉请来的护工很粗心，或许是觉得我没有家属，做起事来也马马虎虎。我直接换掉，拜托李雪又帮我又请了院里的护工，闲下来的时候他也会过来帮把手。这天，发小江超突然打来了电话：林帆，你这人也太不够义气了，结婚也不说一声。我一头雾水，认真告诉他，没结婚，怎么可能？我都看到你跟刘小婉的婚礼了，他还给你戴钻戒了呢，就是很奇怪，他怎么不把你的脸拍出来？我打开刘小婉的朋友圈，发现最新的消息还在去年，他朋友圈把我屏蔽了。卧槽，还真不是你！江超看清楚后大叫：什么情况？你们这是唱哪一出呢？说来话长，我将医院的地址告诉他。很快他匆匆赶到，见面便斥责：手术怎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说一声？我笑了笑，没什么大事。之前刘小婉开车的时候不和分了心，直直地撞到了路边花坛，我怕她出事，下意识地护在她身前。她受了轻伤，但我却伤到了头。后来因为处理得不及时，脑子里留下了血块。我爸妈本就对刘小婉有意见，再加上怕他们担心，所以这次手术的事情我谁都没提。算算时间，当初他分心，大概率也是因为周怀。让你过来，是有件事想要你帮忙。将这段时间我和刘小婉的事情说清楚后，江超愤怒地一拍桌子，随即冲我鄙夷道：你该不会又想让我帮你想主意，哄她开心吧？林帆，你能不能有点骨气？这个女人已经伤害你这么多次了，每次给你点甜头你就屁颠屁颠的回头了，你怎么这么没出息？你是有把柄在她手里吗？你这次要再认错，我们兄弟就别做了。
我没你这么窝囊的兄弟。江超气不打一处来，将对刘小婉的不满一股脑地说出来。我无话反驳，他说的都是真的，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满心满眼的都是刘小婉。或许是觉得他之前吃了太多苦，所以想要补偿给他吧。此时清醒下来，我也觉得自己好笑。苦头是周怀给他的，也是他心甘情愿吃下的，为什么补偿给他的却是我呢？我笑了笑，朝他道：不认错了，我想让你做我的律师。这次手术失败，导致我差点没下手术台，是刘小婉故意做的。我想起诉他杀人未遂，希望你能帮我找证据。江超愣了下：你认真的？我点点头。江超兴奋地一拍我的肩膀：放心，哥们帮你安排得明明白白。我又给刘小婉打了通电话，想着让她也做好准备，结果连打好几通电话她都没接。又过没多久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我打开发现是刘小婉又从我的卡里刷走了30万。这段时间，刘小婉陆陆续续从我的卡里刷走了将近80多万。我看了订单，10块钱的水他说买就买，1万块的 EJ 他说订就订。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连给我买一件衬衫都要等打折，送给我最贵的礼物是200块的2手手表。想了想，我冻结了银行卡。不到10分钟，刘小婉的电话打了过来，我们明天就回去。周怀他还活着，但是现在很虚弱，我想让他在我们那里先休息一段时间。周怀还让我给你带了礼物，他这段时间一直在聊起你，还说要找机会跟你道歉。我默默听着他的话，没出声。刘小婉说了许多周怀的好话，才问我：你恢复的怎么样了？我刚要说话，听筒里便传来了周怀虚弱的声音：小婉，我来跟他说吧。林帆，这次都怪我，你别怪小婉。我听说你跟医院投诉了他，还冻结了他的银行卡。我知道你是太生气了才会这么做，我能理解，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到。等回去，我好好跟你道歉。我笑着打断他：不用道歉了，毕竟你也挺尴尬的，都准备那么久了，钱都快花完了，结果没死成。周怀紧咬牙关，却忍住了发作，态度更卑微了：对不起，林帆，我也没想到我能撑到现在，可能是因为心情好了，所以恢复的比较好。不等周怀说完，刘小婉夺过电话，压低了嗓音：林帆，你说什么呢？别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作为医生，你应该也很清楚，生病的人心情越不好，恢复得越慢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一条人命，你积点口德吧。等他说完后，我反问：难道我不是病人吗？刘小婉有些不耐烦：你只是一点小问题，可他已经快死了，你计较这个做什么？吃醋也注意一下场合好吗？行了，明天你在医院等我，我去接你出院。随即他不等我回复，直接挂断电话。第二天，我从早晨等到傍晚，直到深夜的时候，刘小婉都没来。我对他这种不守时习以为常。又过了一天，李雪帮我办理了出院手续，将我送回了家。刚进门，我便看到周怀正穿着睡衣坐在餐桌前吃早餐。刘小婉戴着围裙，脸上笑容幸福，早餐挺丰盛。我努了下嘴，原来我心疼刘小婉，从来没有让她下过厨，所以也从来不知道她还有做饭的手艺。刘小婉看到我，眼神慌乱：昨晚周怀突然发烧了，我本想今天去接你的。周怀也不紧不慢地向我解释：林帆，你别误会，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，是小婉知道我病情严重，所以才关照我的。我没理会，上楼想要回卧室，结果推开门，发现我的东西都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
是一堆陌生的男人用品。周怀身体不好，在客房也睡不好，我就让他先住你的房间了。刘小婉在一旁着急解释：“你的东西都在书房，没丢。”话里的意思，我还要感谢他，但我没有想跟他争辩，脚步调转，准备去书房。刘小婉却拦住我，语气软了几分：“先去吃饭吧。”我没想到你会突然回来，还没来得及整理，我强行打开书房，这才看到我的东西扔在地上，乱七八糟，满地的书，书架歪歪斜斜，似乎下一秒就要倒下去。林帆，你别怪小婉，是我的错，她都是为了我。周怀虚弱地上前，握住我的胳膊，可在刘小婉看不到的地方，他的眼神挑衅，甚至抓着我就要往楼下推。我毫不犹豫，一脚踹在他的胸口，周怀直接从楼梯上滚落下去。林帆，你疯了？你在干什么？刘小婉尖叫着下楼，心疼地扶起他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但周怀是病人，你这样做，万一出事怎么办？正好吃席呀，他不是本来就要死了吗？我嗤笑。你……刘小婉的胸口上下起伏，最后倔强地看着我，威胁道：“跟他道歉，不然我们的婚约就取消。”好啊，我冷笑，那就取消吧，我们分手。刘小婉没少拿分手威胁我，此时我却感觉不到自己有任何的情绪波动，反倒是刘小婉瞳孔骤缩，似乎不敢相信。小婉，你别冲动，我相信林帆也是太生气才说出这种话的，你快点跟他道歉，丢点面子算不了什么，但你可千万不要答应。周怀在一旁匆匆道：“刘小婉最要面子。”这话看似在劝，实则拱火。刘小婉紧紧地咬着唇：“好，那就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一刀两断，再也没有关系。”一刀两断，怕是没那么简单。眼看他搀扶着周怀转身要走，我拦住了他：“等一下。”刘小婉眼里闪过一丝惊喜，却还是阴沉着脸，似乎等着我先出口道歉挽留。可这次他要失望了。正在这时，房门被推开，2个警察走到他面前：“是刘小婉医生吗？我们接到林帆先生的报警，你在手术过程中故意产生过失，蓄意谋杀，请跟我们回警局接受调查。”刘小婉瞪大了眼睛，薄唇翕动，一时间竟然没说出话来，反倒是周怀震惊地望着我，质问：“林帆，你竟然要报警抓小婉？小婉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怎么忍心的？我知道你是因为我带她离开这1个月生气，但你生气归生气，要打要骂都行，你甚至打我都行，可你怎么能这么对小婉呢？这段时间她一直都放心不下你，每天念叨的都是你，你这么背刺她，让她怎么办？一旦她被抓入狱，她这辈子都毁了。”周怀痛心地指责我，最后竟直接朝我跪了下去：“林帆，我不求你原谅我，但我求求你原谅小婉，她只是为了帮我才会这样，你让他们抓我行吗？”刘小婉匆忙将他扶起来，通红着眼睛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我看到了他眼里的失望、落寞、痛苦，复杂的神色让我看得不由得想笑。刘小婉不学表演，真是娱乐圈的一大损失。我能看得出来，他到现在仍然不觉得后悔，只是因为警方到了，他慌了，却又不想低下高贵的头颅。他仍寄希望于我先退让。我嗤笑一声，移开视线。刘小婉咬紧牙关，没了主意，最后只得义正辞严：“周怀，我们不要求他也好，我总算看出了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我行得端坐得正，不怕被调查。”说完，朝警方道：“我跟你们回去。”“不行，小婉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万一你出事，让我怎么活？”周怀攥住他的手，
我看着他深情的模样，内心讽笑。我早就调查过了，周怀当初卷走的钱早就在国外挥霍完了，还被很多债主围追堵截。这次回来就是知道刘小婉过得不错，想要找他做冤大头。所谓的你出事让我怎么活，也是因为周怀都比脸干净，所以不想让刘小婉离开。可刘小婉显然理解成了另一番意思，她含情脉脉地握着周怀的手：“我会没事的，等调查清楚我就回来找你。”周怀没听到自己想听的话，又明白几分，林帆肯定是容不下我的。你走了，这里哪儿还有我的容身之地呀？说完，周怀又捂着胸口，痛苦地皱紧了眉头。刘小婉眼底闪过几分迟疑，神色微妙了几分，可她还是从包里掏出一串钥匙，又摸出一张卡：“这些你先拿着，我在市里还有一套房，写的是我的名字，你可以暂时先住着，看到想要的东西。”周怀匆匆接过来，眼底飞快地闪过一丝满足。纵然很快恢复了正常，但我仍旧没有错过。周怀又假惺惺地说了几句不舍后，刘小婉跟着警方离开。离开前，刘小婉看了我一眼，眼底的神色有些复杂，我一时没看明白。我报警将刘小婉带走后，医院协助调查。或许刘小婉还觉得我会反悔，或是觉得我没有证据。刚开始她还很自信，直到上了法庭，她才真正慌了。有了发小江超的帮忙搜集证据，再加上医院当天做手术的人证，以及我的体检报告，刘小婉手术操作失误的罪名板上钉钉。但是不是主观失误，这点除了当事人，谁也无法证明。最后，刘小婉被判罚款、拘留3天，医院给予刘小婉留院观察半年的处理。这次的处理结果也在我的意料之内，并不算重，但对于极爱面子的刘小婉来说，仍属于酷刑。出狱当天，听说周怀去接了人，但两人似乎关系出现了问题，竟然在监狱门口吵起了架，引得不少人围观。流言也不可避免地在医学界传出来，喜欢崇拜刘小婉的和刘小婉关系好的同事在骂我，知道的骂我渣男，不知道的骂我是个无理取闹的病人，一知半解的骂我心太狠。这次的事情明明我忍一忍就过去了，却非要闹事，把自己的未婚妻送进了监狱。一些刘小婉的病人骂得最狠，有人给我寄花圈指人，有人电话恐吓我，甚至还有人直接尾随我，无计可施，只能尽量减少出门的次数。李雪想要帮我澄清，帮我说话，被我紧急制止了。这种情况下，越描越黑。他帮我说话，除了吸引火力，没有其他一点用处。李雪气得脸鼓鼓的，像个要爆炸的辣椒。难道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你无缘无故的挨骂吗？你冤不冤啊？我想了想，认真道：也不是无缘无故。对那些病人来说，刘小婉这次的事情确实触及到了他们的利益，他们骂我也是应该的。李雪想说什么，最后想了想，似乎发现我说的是对的，最后又气冲冲地把话咽了下去。在经历一场小规模的网暴后，教授也打电话给了我。我和刘小婉都是教授最得意的徒弟。当初我离开医院放弃做医生时，教授还劝了我很多次。本以为他这次打电话来是想要替刘小婉说好话，让我劝刘小婉回医院的。可接通后，教授却叹了口气：林帆，其实我早就猜到会有这么一天了。刘小婉心高气傲，又不听劝，早晚会出事。但我没想到送她进去的人会是我。其他人我可以不理睬，但教授对我亦师亦父，我不想让他失望。刚要解释这次的事情，
却听教授继续道：“我很欣慰，你没有再因为感情用事，让自己受委屈。不过，天底下还有那么多的病人，需要一个手术高超又负责任的医生。负责任的医生越多，病人才会有一线生机。”听到教授语重心长的话，我明白过来他的意思。他想让我继续回医院，而不是为了刘小婉来找我兴师问罪。迟疑片刻，我语气坚定道：“我愿意回到医院，继续自己的医学研究。同时，我将自己这些年来赚得的钱，一大部分捐给了医院，用于采购医疗仪器。”回医院的当天，听到我的名字后，仍有不少人对我翻白眼，还有人对我贴脸开大。我们医院标准这么低吗？什么品德败坏的人都能进来？就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。我可不想到时候出去被人指指点点。李雪端着托盘从病房出来，听到阴阳怪气，忍不住回怼：“不想被指指点点，就闭嘴，好好精进技术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，改天被病人骂几句就老实了。”那人不服：“李雪，你替他说什么话？他能把自己未婚妻告上法庭，以后说不定会怎么对我们呢？”李雪反唇相讥：“那如果以后你未婚妻差点害死你，还跟别的男人出去度蜜月，你可千万不能出声，得窝窝囊囊的过下去。几人对不过他，悻悻离开。谢谢你。”我内心感激，但又担心他惹上麻烦，忍不住道：“清者自清，不用跟他们争辩。”李雪瞥了我一眼：“你也是窝囊。”我虽然有几年没在医院，但重新拿起手术刀，我依然得心应手。半年很快过去了，我已经成功做下3台手术。刘小婉迟迟没有回来，据说是她自己申请了离开医院，医院想要再挽留，还没有批准。问她原因，她也没说。医院里其他人纷纷揣摩，大多人觉得和我有关系，我没理会。自从上次闹僵后，刘小婉就没再联系过我，我也没主动去找她。但根据我对她的了解，她这么做大概率是因为周怀。果然，这天下班比较早，我和江超约饭的路上，偶然间遇到了他和周怀。刘小婉相比之前消瘦了许多，头发凌乱，过时的风衣穿在她的身上松松垮垮。从她的身上，我已经看不到往日心高气傲、精致优雅的柳医生的模样。此时她表情愤怒，冲着正抱着她的腿痛哭流涕的周怀冷冷道：“周怀，我已经对你仁至义尽了，是你死性不改，现在欠了那么多的钱，别指望我会再帮你还。你走吧，再也别来找我。”周怀抓得死死的，不松手。小婉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就这一次了，你再帮帮我，我求求你了。今天如果不还钱，他们会杀了我的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你自己负责。刘小婉冷冷吐声：“你已经骗过我很多次了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你说的一个字，一个标点符号，我都不会再相信。”似乎是明白刘小婉真的不会再帮他，周怀怒了，直接爬起来，指着刘小婉怒骂：“你个死贱货，装什么装？你以为自己现在是什么？一个被用过的二手货，除了我现在，谁还会要你？难怪林帆当初会报警抓你，你真是活该！马德，要是老子活不了，你也别想活！”周怀面目狰狞地指着他怒骂，每一句话都仿佛一只尖利的大爪，生生扯开他的心脏。刘小婉愣愣地看着他，泪在眼眶里打着转，但显然他已经并不是第一次被周怀这么骂。他的神情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激动，更多的是痛心和后悔。问你最后一句，你到底给不给钱？周怀又问。刘小婉咬紧牙关，最后仿佛心如死灰，
突然死死地掐住周怀的脖子。周怀很快反应过来，躲开，明白他的意图后，整个人像是愤怒的豹子，扯住他的头发，将他死死地摁在地上，沙包大的拳头毫不犹豫地朝他的脸上砸。马德，还敢跟老子动手，反了你了！不过片刻，刘小婉的脸便高高的肿了起来。我再也看不下去，快步上前，拦住周怀即将要砸下去的拳头，一脚踹在他的胸口。周怀被踹飞出去，拍拍身上的土站起来，看清是我，咧开嘴笑了。林帆，你干什么？我帮你教训他呢。当初他那么对你，你难道就不生气？你还护着他干什么？这样一个女人，打死了都没什么可惜的。我没回他，但声道：我已经报警了，你现在跑来得及。当然，想要在这儿继续等警察也行。周怀脸色一变，最后骂骂咧咧地转身便跑。等他跑远了，我才转身看向刘小婉，她更狼狈了，嘴角流出了血。我相信她嘴里肯定应该还有被打碎的牙齿。我又想起了当初那场婚礼现场，她孤身一人，手足无措地站在婚礼的台上，接受台下众人的白眼和言语奚落。那时候的我心疼得要命，决心不想让她受委屈。可现在看到她的狼狈，我却没有丝毫的心情波动，甚至连一丝波澜都没有。我本想问一下需不需要帮忙，或者问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可想到刘小婉的性格，即便我问了，她也不会告诉我，甚至还可能怪我多管闲事。想了想，我还是选择了保持沉默，转身准备离开。刚走2步，刘小婉却突然冲上前，一把抱住我的腰，她的眼泪唰地流出来，我甚至能感受到背上传来的温热。对不起，林帆，我错了，以前是我不好。刘小婉抽噎着，断断续续地跟我道歉。从她的话里，我也大概明白了情况。她出狱后才发现，周怀把卡里的钱都败光了，甚至在他的房子里找到了他的房本，把他的房本也抵押出去。刘小婉这才知道，周怀走了歪路，但他自己选择的路，也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走。他给周怀补的窟窿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多，到最后，他看到之前口口声声喊着自己得绝症的周怀竟然还活着，差点把他都要拖死的时候，他终于发现不对劲，暗中又偷偷给周怀做了体检，结果显示，周怀除了有些三高，其他身体机能一切正常，比长期劳累贫血的刘小婉还要正常。刘小婉彻底崩溃了，这次周怀又偷偷跑出来输钱，他忍无可忍，跟他摊牌，结果就发现了刚才的一幕。我之前跟刘小婉说过，周怀不走正道，这次回来恐怕是有其他企图。可他不仅不信，还嘲讽我总是喜欢把人往坏处想。但凡他能听进我的话，对周怀存有戒心，也不会落到现在的下场。刘小婉哽咽着说不下去话，抱着我的胳膊越来越紧。林帆，这次我真的后悔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以往他没少做过惹恼我的事情，他稍微是个弱，我就败得溃不成军。但这次我掰开了他紧抱着我的手，一如当初在医院时他对我做的动作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柳小姐，自重。我冷淡道。刘小婉惊愕地望着我，连哭都忘记了。她仍然不甘心，扯着哭腔：你忘了吗？你说过，无论我做了什么，你都会原谅我的。你说过，你会永远爱我的。林帆，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对我，否则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你愿意给我机会的，对不对？他再次死死地抱住我，我的内心突然涌入一种久违的厌恶情绪。短短半年不见，他的高傲全无，倒是学会了周怀那样死缠烂打。好在这时江超出现，
看到刘小婉，他眼底的鄙夷毫不掩饰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柳医生啊！出狱这么久才来找林帆啊！不好意思，他也不收废品，你还是找其他人霍吧。说完，拉着我直接开车离开。听我说完前因后果后，他嗤之以鼻：帮他干什么？他都那么对你了。我不假思索，再怎么说，她也是一个女孩子，就算是陌生人看到，也会出手的。江超冷笑：少操那些闲心吧，可有人帮他出头呢。前段时间你被骂，还不是因为他，而且他明明很清楚你有多无辜。你看看他帮你澄清了吗？我沉默着没说话。我对刘小婉的态度很明确，本以为他会知难而退，谁知接下来的几天，他竟每天去给我做饭，每次下班回家，饭菜都是热气腾腾的。密码锁我还没换，密码只有我和刘小婉知道。后来我改掉密码，饭菜还是出现在了门口，还体贴地用保温盒装了起来。我明白过来，他是在用这种方式跟我道歉挽回。这些都是以前我常做的事情，每次吵完架或者冷战完，都是我想方设法的道歉，哄他开心。所以我竟不知道，原来他也会先低头。这半年，在周怀身边，他可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随手将饭菜扔进门口的垃圾桶。这次刘小婉总算是藏不住了，我已经跟你道歉了，难道你就真的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林帆，我已经知道错了。他语气卑微，即便他不出现，我也会找机会跟他将话说明白的。我毫不犹豫地将真相告诉他，别再费力气了，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，就不要再心猿意马了。我早就不爱你了，你做的越多，我不会感激你，反倒越会觉得你是在搅乱我的生活。刘小婉愣住了，仍不甘心。我继续道，作为脑科专业医生，你应该清楚，颅内状况复杂，手术时稍有不慎，便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。而上次你为了去陪周怀，刻意在我的手术动手脚，导致手术出现事故。在那个时候，我就失去了所有的感情。换言之，我现在不爱你，也永远都不会再爱你了。这种变化从我清醒后就发现了，只是没有影响我的生活，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没有在乎。刘小婉跌撞地退了2步，脸色惨白。我只是想要做一件好事，想要用手术留你1个月，可我从来没想过要伤害你，我也没想到会有今天的结果。他捂着脸蹲在墙角，呜咽着哭出声。我没理他，径直进门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才从2楼卧室的窗子远远地看到他蹒跚离去的身影。他的身形似乎愈发消瘦，原本挺直的腰脊已经弯了。在他的身上，我曾经认识的那个刘小婉的影子越来越模糊。我明白，周怀已经彻底地将他毁了，但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。结果我没想到，刘小婉当晚竟然开了直播。在直播里，他向我道歉，澄清了当初我报警抓他的原因，并告诉直播间众人，当初确实对我的手术做了手脚，而原因则是为了陪他的白月光。他甚至说出了我在手术虚弱时，他陪同白月光旅行度蜜月的种种细节，听得人愤慨激昂。得知被骗后，不少人骂他，比当初骂我的那些话更加难听，甚至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要活着。刘小婉眸光顿了顿，在直播间的一片骂声中，他又披露了这段时间以来周怀对他的种种暴力。有人怀疑他在作秀，他拿出证据自证，并且将周怀的所有信息披露在网上。我说这些并不是想再为自己开脱什么，我只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，珍惜眼前人，还有不要被骗。在直播的最后，
在群情激愤地骂他让他去死的弹幕中，他对着镜头笑了笑，无声地说出5个字：林帆，对不起。然后调转镜头，随即所有人都眼睁睁看到一道纤瘦的身影毫不犹豫从18楼一跃而下，现场尖叫声四起。而此时得知消息的我，当时刚刚做完1台手术，浑身已经被汗浸湿。医院的休息室里，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。看到我从手术室出现后，不约而同地闭上了嘴。本以为他们又是在背后蛐蛐我，可谁知就连李雪的脸色都不太好。迟疑许久，她才上前将手机递到我面前。我看到的屏幕上正是刘小婉从楼上毫不犹豫跳下的最后影像。节哀。李雪看着我的脸色，小心道：警方已经去找周怀了，估计之后他也不会过得太好。我内心毫无触动，自杀是懦弱的解法，曾经解错的课题，回馈都将会在某一时刻如约而至。我甚至有些庆幸自己缺失了感情，这样未来的几十年，我将永远只会为医学事业献身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